这里是贵州的下司古镇。下司古镇是具有600年历史的商铺重镇，这里曾经商铺云集，通宵营业，所以也被称为小上海。这里很像是江南小镇，历史上这里也是水陆交通要道，有个码头，旁边是清水江，所以下司古镇也被称作清水江上的明珠。下司古镇历史悠久，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建筑，带大家游览一下这个下司古镇。下司古镇就在贵州的凯里，在凯里坐公交车就可以到达这里。景区入口是个风雨桥，45，门票、船票、1碗面条、观光车、代金券。这里现在收45元的套票，但是非常的超值。这是景区入口的风雨桥，桥上看到的清水江，岸边就是下司古镇。景区的交通车只有1-2公里的路程，虽然票价包含了交通车，但是没有坐，准备走进去。这是下司古镇的牌坊，雕工非常的精美。镇上的小码头可以凭门票在这里坐一次船，不过游船1小时一班，整点发船。先去古镇逛一逛，再回来坐。竟然在这里遇到了2个老年团，他们都换上了苗族盛装，高兴地在这里拍照。这是古镇的中心区，广场上有一个寨门，这种寨门在苗族、侗族的村寨里很多。寨门的后面是一个大广场，芦笙广场，有一个很漂亮的大戏台，戏台的建筑上挂满了红灯笼，到大戏台上拍个照。广场的一角有个鼓楼，这个鼓楼一般都是侗族村寨里的，也叫侗楼。这个芦笙广场就算是古镇的中心了。在戏楼的下面有一个门，可以穿过去，这就是大戏楼的背面，好像是一个大的石牌坊。广场后面是整个下司古镇的核心景区，这里有非常多的建筑，一起逛一逛。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下司古镇，这个古镇是藏在贵州深山中的，但是在近代史中却是贵州一处非常繁荣的地方。这是小码头旁边的接官亭，一些考取功名返乡的官员坐船都是从这里的小码头上来，而一般人坐船过来都是从旁边的大码头上来。大码头和小码头离得很近，也就100-200米。前面那个就是大码头，码头上来很漂亮的一组建筑。下司古镇曾是黔东南的第1商业重镇，成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中转站。以前这里的商业贸易非常的繁荣。又下起了小雨。下司古镇被人称为人文下司，天造山水。作为重要的商埠，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。到民国时期，这里更是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闹市，所以就有了小上海的美誉。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清代修建的房屋，还有各省会馆。这是新维修的广东会馆。看前面这一大组的建筑，可以说是融合了徽派建筑、闽南建筑、西洋建筑。这些建筑与下司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，构成了多元化的建筑特征和文化。
这是建于明朝的阳明书院，没想到还有这么悠久历史的建筑。以前我发过一个关于王阳明的视频，可以说王阳明在贵州走过了很多地方。虽然下着小雨，但是突然觉得这个古镇很美，于是临时决定想在古镇住一晚。在阳明书院鼓楼的旁边就有几个民宿，这是谁家在办喜事儿吧？这是下司古镇另外一个重要的建筑——禹王宫。这里也曾是两湖会馆，建于清代，里面有好几组建筑，现在都是办的关于下司古镇的一些历史展览。这是从一个客栈房间里看到的下司古镇的风景，从网上查到的价格只有100出头，于是立刻决定住在这里。客栈老板还给我升级了一个大一点的房间，房间非常的干净，比较喜欢这样干净的房间。在房间休息了2个小时，雨也停了，也快到傍晚了，出来散散步，吃点东西，看看夜景。这是古镇的其他几个街道。古镇现在也比较安静，游客不多。来到了风雨桥边，夜晚这里的灯光也亮了起来。看看亮灯的下司古镇牌坊。这个就算是下司古镇的主街，清江街。两旁的建筑都是有一定年代的了。整个古镇不算大，整个长度也就1-2公里。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芦笙广场和我住的周边。看晚上灯光下的芦笙广场，大戏楼。大戏楼2个亭子上挂满了红灯笼。这是莲心亭，亮灯的广东会馆。这个是良心桥。吃完晚饭，逛完街，回到房间，用大电视投屏看我自己做的视频。好像有不少的网友看我的视频都是投屏到电视去看吧。第2天早晨，天仍然是阴雨天。客栈就对着鼓楼，看这里环境多好。因为门票里还包含了船票，不能浪费，准备上午去坐一次船。这是古镇里引入的一个水塘，上面有几座小桥，都很漂亮。这座桥叫莲心桥，前面这条小巷子是美食街，从这里拐到河边就是小码头了。这个小码头离景区入口的风雨桥很近，
虽然只有我一个游客，船照开。这是一艘画舫游船，游船驶离了小码头。看一看，这就是清江河的水。这个船票是包含在45元的门票里面的，以为就是围着古镇转一转，没想到船开得还很远，仿佛从江南水乡一下子来到了桂林山水。这里之所以叫下司古镇，是因为明清两代这里隶属于平定长官司管理。因为这个地方地处平定的下游，所以就叫做下司。看这条清水江还挺美的，这条河可以汇入长江的支流。游船一直向前，一直开到了月亮岛。这里有很多自驾的人来这里钓鱼休闲。下司好像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是下司名犬，不过在整个古镇好像没有看到一条下司犬。游船从月亮湾开始返回，这是古镇的大码头，建筑在水中的倒影多漂亮。下了游船，准备去吃面条。下司面条也是非常有名的，再免费坐一下景区的交通车。这个景区的交通车一直从主街开到免费吃面条的地方。前面这条街就是古镇的面条一条街，好多面馆。这个面条也是45元门票里赠送的。面馆不是很大，可以自己选择吃什么口味的。主要是这里的面条跟其他地方面条不一样，调料都差不多，面条的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门票里能赠送一碗面条，也可见景区的诚心。两边的建筑基本都是明清修建的房屋。这是另外的一条街，也可以通向另一个出口。又回到了这个鼓楼。清江街，雨后的清江街，前面就是古镇的牌坊了。穿过这座风雨桥就是出口了。最后看一眼下司古镇。明天准备去剑河仰阿沙温泉小镇，一个让我惊讶又开心的地方。